一共2套4个院都是闲置了有20多年，必须要重新修一下。我觉得家族里面就应该有这么一个地方。房子是在京西，这里呢是依山傍水，我家世代都住在这儿。分家之后呢，我小姑小姑父的婚房现在是属于弟弟的，院子就留给了爸爸。这个院子对我就意味着和全家人在一起的幸福感。我们当时想把它改成民宿，保留它的烟火气。屋主给我写了一个2万字的长文，来介绍他从小是怎么在这个院子里长大的。从那个卫星图片上看的话，最大特征就是小，差不多只有9米宽，长度的话20米出头，房子进深不会超过3米。真实的老东西跟真实的新东西放在一起，就是这么一个风格。已经塌了的鸡窝、杂货屋就全都拆除了，空出原来院子的位置。薄荷、紫苏、迷迭香，高高低低它能穿插起来，不是种那儿当一个景儿看，这些东西是可以吃的，形成了某种保护感。一进院门是一个影壁墙，建在70年代左右，我没有把它刷白，上面字也有些模糊，还能看到2月春风4剪刀。左边通往是杂物间改的一个阁楼，原来的老房子的尖顶把房子给抬高了，搭上木质楼梯以后，住在里边有一种包裹感，小朋友特别喜欢爬上爬下的。这个南的地方200多年的一个地窖，坐在了厨房一个座位下，放的一些坛坛罐罐，是我奶奶那个年纪用过的，可以说是古董了。还设计了一个滑轮，挂着一个篮子来提取这些食物，大人和小孩都很喜欢。一个玻璃房，它是建在2个院子中间的，就感觉自己是睡在院子里面。它最有特色的是浴室，透明的一个玻璃顶，抬起头来可以看到蓝天白云。这个小客厅里边是娱乐的一个空间，有一些老的物件，柜子、缝纫机也有几十年了，像台灯啊、吊扇也都是民国时期的，还有像唱片机可以用。北房这个房间最有特色的一个房间，是原来爷爷在战后亲手一砖一瓦建起来的，补炕拆了改了3次，保留了原来的老炕沿儿，烧火做饭用的水罐把它镶到了地上。这个房子是自己的，不太考虑盈利这件事儿，平时就是住在城里边上班工作，一休息我就会回来收拾这些花花草草啊，也可以在院子里边放投影看电影，也挺爽的。有99%的人都认为应该推翻了重建，只有我们几个人坚持把它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加固和改建，大家可以聚在一起，而不是分散在城市里面，就是所有的付出我都觉得非常值的。